这些也有可能是你们 ESFJ 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像是第一点，你们会过于的在意他人的认可。那你有过因为一直都接受，导致于自己很容易感到疲劳吗？偏身体累，就像有些人不是说聚会完了会觉得很空虚吗？对。可是我就不会，我会觉得好开心啊，我有参加。第四点呢，是你们比较容易会过度的关心他人，进而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就是别人来问我说怎么了。大家好，我们是橘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一时，我早早，这是我们的来宾 Vivian。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我要来了。没错，为什么今天 Vivian 会来呢？因为我们今天又要来认识新的 MBTI 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型是 ESFJ， 然后 Vivian 你本身是 ESFJ， 我本人节目的第一位 E 人，对，我们第一位 E 人、真的吗？请带给我们 E 人的能量。没问题，交给我吧。真的是 E 人，两个 I 人在瑟瑟发抖。OK， 今天影片呢会分成3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部分是 ESFJ 的人格的基本介绍，第二个部分呢是 ESFJ 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第三个部分是 ESFJ 相关文章的讨论。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咯，就是 ESFJ 的人格的基本介绍。那 ESFJ 又名执政官，他们虽然占人口约 12%， 但也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人格哦。他们在团队或社群中总是扮演着凝聚人心的角色。看刚刚的表现，应该有吗？有凝聚人心吗？非常的有感受到。他们本身呢也会拥有强烈的责任感，还有无私奉献精神，并且致力于维护人际的和谐。他们会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建立关怀，还有团结跟秩序的世界。那 ESFJ 有4个核心的特质，它分别为乐于助人、社交高手，然后重视秩序与传统，跟组织能力强。那第一点，乐于助人的部分，因为 ESFJ 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者，所以他们会细心的观察并理解他人的需求，帮助他人从中获得到满足感，也期待能从中得到对方的认可以及感谢。第二点呢是社交高手，他们拥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能迅速的与陌生人建立关系，并且能记住互动中的细节。他们也因为这个特质，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信赖的朋友。然后第三点是重视秩序以及传统，他们喜欢有结构的环境，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习俗，希望周围的人也能遵从这些的准则。然后第四点，组织能力强，他们擅长规划与管理，无论是社交活动、工作团体或是家庭生活，他们都希望能安排的井然有序。也因为这几个特点，所以通常 ESFJ 也蛮适合从事一些需要沟通啊、组织、照顾与管理的职业，像是社工、教师、医生、护士、广告策划或是非营利组织。那这样看下来，这4个点，哪一个点你觉得最准？我个人觉得是第一个，乐于助人的部分。乐于助人的部分哦。对，我就是偏有正义感的人。超级。你又知道了。有啊，就是他真的是那种会路上看到有阿嬷可能要过马路，他冲过去扶他人。之前我就是有印象，就是那时候要绿灯嘛，然后有个阿婆，然后要过马路，然后他就是过到一半的时候就转红灯了。你是骑的摩托车对不对？对，我骑摩托车，然后我就直接把摩托车停成跟行人一样的方向，然后去扶他过去，然后我自己再跳上车，然后骑走。哇，这个真的是扶老奶奶那种故事，我只会在新闻上看到。对啊，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本人有亲身的经历。对啊，我很常就是可能有需要帮忙，我就会去帮忙。那你会想要获得到他的感谢吗，或是认可？因为他其中一点也有提到说，就是你也希望可以得到他的一些感谢或是认可。认可的话比较偏工作方面，就是可能是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然后如果别人跟我说，你做的很棒，就是夸奖我的话，我才会觉得我真的那么棒。等于说你的鼓励来源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对。可是我觉得这样真的超不好的。对啊，我也觉得。就提倡 ESFJ 人格的大家，就是要鼓励是来自于自己，不是来自于别人这样。但你现在有什么做法去面对这件事情吗？我觉得把目标定得小一点，然后你自己达到的时候再给自己立即一个奖励，可能设7点闹钟，就是我今天7点就起床了，就这么小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今天确实准时起床了，这样类似这种例子。然后你就会给自己一个奖赏，有成就感，可能去吃个早餐，这样就是自己的一个奖励，这样可以给自己设一些小目标，然后同时要记得设一些奖赏机制，这样自己不会一直是期待着别人给予你什么了。对。这方法的确蛮不错的。把关注度放在自己身上，不是别人给你的。
对啊，因为别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操控了啦，就是对啊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或者是他什么时候会给你什么。而且也攸关他那天心情好不好、啊，对情绪啊。可能我主管心情不好，他可能对我就是口气很差什么，我可能就觉得说，哦，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做不好，或是我哪里不好，所以导致他口气不好？但其实你回想起来，你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拿别人的情绪惩罚自己。对啊，其实这件事情跳脱出来看，其实问题点都不是在你身上，很多是对方的问题。对啊。但我比较麻烦点是奖赏频率有点太多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奖赏的那种感觉了。你可以把奖赏也设小一点，就是可能今天早餐就可以变得丰富一点。我今天很棒，我要吃一颗布丁，对之类的。因为有些人会喜欢这种小确幸，这种就是小确幸。而我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没有觉得自己超棒，对啊，不是太有自信了吧？我们要跟草哥学习，学习。我就会告诉自己，我很棒，然后你就真的相信。对啊，我会从这里给自己。我其实现在有点变成这样了，因为一直吃东西，其实有时候也不方便买东西吃，就是给自己鼓励就好了。我觉得刚刚说出来这件事蛮重要的，那个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很棒，你不能只有想，你要说出来，你身体才会真的反应说，你真的是很棒，对啊，真的是这样。我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什么好像迷信还是干嘛的，坏人这样。对啊，但真的是要这样有啦，有一派的人，他早上起床，他都会对着镜子自我鼓励。对啊，也是有这种。其实是真的蛮需要的，需要。如果是那种比较容易内耗，或是需要别人的认可的人，非常需要这件事情。就讲出来，我很棒，我很棒，不要害羞。然后刚刚那个 ESFJ 里面有一个点，我也觉得蛮棒的是社交高手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天生的社交高手，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我真的没有意思你在哪都能跟人打成一片的。你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你甚至就可以跟他当朋友了。我不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我在群体里面是安静的。我如果在新的环境，我是不会主动攀谈别人，因为我怕人家觉得我在装熟。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口跟我讲话，我觉得那个开关就开了。我要知道，就是这个空间是有人想跟我讲话，有人在看我的表演的感觉。如果第二面的，我基本上就是会主动打招呼，可能是我比较偏有礼貌，就是我会比较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感觉，就是你要先说善意，别人就会正循环。但我觉得E人的善意跟 I 人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像你第一次见我爸妈，你们就真的就是你要把他当作是你朋友一样，你还跟他搭肩，搞得好像他才是你女儿一样。我不是他儿子的感觉，我比他更不熟这样。不是，你妈妈就很可爱，她每次都叫我什么罗妹妹，她每次都冲过来抱我，她说今天没抱我，可能是因为她感冒。可是我一般就是不会有感觉，我就是不会觉得我在社交，这个才是厉害的。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交，所以你才可以更自然的社交。那很厉害。我会觉得群体生活是一种充电的感觉。这是有什么技巧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可以分享给其他想尝试看看的吗？我就是你要不要脸呢？就是你不要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先做再说。对，这些都在说，他一定有很多讨厌的人跟喜欢你的人，就喜欢你的人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是还是一样不喜欢你啊。我觉得最厉害的点是他很不在意面子，更不怕尴尬。大家应该都没有那么不友善吧？那如果你今天是遇到一些陌生人的话，你要怎么跟他互动？不然我们试试看，我是陌生人，那你要怎么跟我互动？我们今天这样见面，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伊石。我是 Vivian， 你好。你好。那你现在工作在做什么吗？剪片。剪辑吗？你这原本就是科班是吗？对。你之前就是了，你之前还有学别的吗？之前高中是设计科。设计为什么会想要变剪辑啊？成绩没有上就来了。然后就喜欢上剪辑。还在学中。还在学习啊？你现在是自己做自己工作吗？还是？对，自己接案。你接案，那你有很多人脉吗？好强，你有发现吗？我一直据点他，他一直在延续，这个好厉害哦！但是我很会接话，但你都不会觉得尴尬吗？或者觉得说对方好像没有想继续聊，都不会有这些想法？不会，我就会觉得，我觉得只是大家害羞。我是比较活泼的人，所以我应该要主动问别人问题。你会有别人可能是坏人或可能要害你的这个想法吗？我好像没有，没有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的价值观里面就是你把所有人当成是大家都是和善的人，然后害羞的人，对，所以你才不会有任何的觉得尴尬或是要面子，因为除非他口气或态度不好。就是他给我感觉到他不耐烦，或他很累。比如说你刚刚回我说，剪辑，然后多叹了一口气，剪辑，我就会觉得他可能累了，然后我可能就会讲我自己的，我就会说我现在是做设计。那如果他都不讲话，你会继续讲吗？我就会说你感觉好像蛮累的，那你先休息，然后我就自己结束。等于说你会自己圆这个场。对，我会自己给台阶下，然后自己走掉，这样。好厉害哦！这是你的天赋你知道吗？
它是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刚刚你念的很是什么多超多的。你刚刚念去的是什么？当当业务或当那个团队领导或者当老板都可以耶，想要吗？很想要啊，超想要的耶。我不行哎，其实素生活由我来交接，可以要多想要给他抢这个节代班的，目，可以，我们多超希望想抢这个一个艺人。节目啊，笑死了。可是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主动的人，你没办法主动吗？我是说偏会接话了，会问问题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让人觉得就是有点过度刺探的感觉？哦，有时候会，所以你不能一直问他，你要讲自己的。啊，你会建议你把你自己的比较私人或个人的事情分享给陌生人吗？我不会，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如何让人快速成为深度的朋友的方式，就是把你比较隐私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才不会一直都流于表面，就是嗨你好，你的工作是什么，薪水多少这种，可以分享你比如说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以为隐私是我昨天宵夜吃到一只蟑螂脚这样子。那个不算隐私啊，那算是有趣的故事。爆料，这个很吃你说蟑螂很好吃吗？就是你分享你生活中的小故事、小意外，其实也会是聊天的首要目标。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我可能很简单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不是，人家在前面自我介绍，突然说，我买一个太阳饼很好吃，那个反差太大了吧？老师那时候就说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现在还分享他的身高体重，然后说今天上课第一天很紧张，然后我就说我分享我吃太阳饼很好吃，对，大家都是这个反应。不是，这太反差了，这太反差了，太突然了，对，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你那个蟑螂故事也可以讲，就是可以当那种生活小乐趣，可以跟大家分享。目前这样听下来，感觉你比较好跟陌生人互动或成为社交网，可能就真的是保持一个你不尴尬，尴尬就是我，还有相信大家都是善良的，才让你比较好去行动。你要觉得别人都不会觉得你无聊这样。但好像是也是就对自己多一点自信脸皮够厚，然后不用怕丢脸，相信大家都还是会回应。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书有说，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当主动挥手的那个人，但是大家都会愿意回应挥手的那个人，所以你只要有开口，其实通常正常的人都还是会回应你，所以你其实不用怕后续的事情，可以尝试看看。对，鼓励大家，没错。好，那我们来到第二趴，已经半小时了，我们才到第二趴，我就说会录很久吧。还有你有过档，对耶。好，那我们来到第二趴，就是 ESFJ 这个人格呢，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在开始之前，我准备一个快问快答。来，那第一题，对于他人的认可，你会在意还是不在意？在意。好，那对于别人的请求，你习惯接受还是拒绝？接受。好，那你觉得你是一位固守己见的人，还是灵活变通来变通去的人？变通。变通。好，这边，那你会比较倾向于关心他人的需求，还是自己的需求？他人的需求。好，但是这边，那你会比较喜欢帮助他人，还是自我实现？帮助他人。好，那总共5题，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像是 ESFJ 的人吗？我觉得我蛮像的吧。其实你真的蛮像的，你只有1题没有而已。你说那个吗？传统吗？对，通常 ESFJ 的人会比较要有一个系统化，他比较不会是变来变去的人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不是常见的 ESFJ 的性格，对啊。但那每个人都还是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这样玩玩看。我们会提到这些，也是因为这些也有可能是你们 ESFJ 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像是第一点，你们会过于的在意他人的认可，容易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影响了自己的心情。那这部分刚刚前面你有分享说，就是你有类似的经验，对，你就是给自己一些奖赏机制，跟说出我很棒，对，肯定自己，没错，让自己的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会比较能帮助你们减缓这些事情，没错。然后第二点呢是不善于拒绝，也因为这个行为会导致于你们容易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你有相关的经验吗？我真的比较不会拒绝别人呢，就是我不想要错过任何一个聚会的场合。工作类型你会吗？一样给一个情境，你今天已经要下班，然后你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去做，但是突然就有一个同事跟你说，你这个我很急，然后可能会来不及，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啊？可以帮我分担一点吗？会，你会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也觉得他会，因为他已经，我都觉得每个人要请求对方都是花了很多的勇气，像你打电话给服务台叫早餐那种感觉。没有，你说看的梗图吗？就是他就是一个 I 人，不是准备很久，然后一直不断跟你说，你好，我要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就一起电话，我是香肠。就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大家都很认真，就是很努力，就是很有勇气讲这种话，我就不想拒绝这样。我可能会把别人看得比较重，就是我可能累一点，可是可以帮助别人完成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好，那我做。那你有过因为一直都接受，导致于自己很容易感到疲劳吗？
偏身体累，不是心理累。有些人不是说聚会完了会觉得很空虚吗？对。可是我就不会，我会觉得好开心，还有我有参加这样。不然我们说我们可以续团了吗？对，我就是这种系列。我天哪，真的是E人。对啊，我就是很想去下个聚会。不行，我一个礼拜只能有一个局。我一个月有一个局，我觉得你快受不了了。你们太哀了啦，怎么办啊？这节目可以吗？所以我需要E人救我们呢。我们两个都还没被E人认领。对啊，我们是没有被，因为我看起来太像E人。你才不是可能比较不熟的话，我就比较假E一点。如果大家说 I 人或者大家比较冷静的时候，我就必须当那个主持的人，那我就必须让自己变成E人。但是大家就误以为说我可能是 E 人。有责任心，对，我是比较责任心的那种。对啊，但如果大家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善于拒绝，导致他们很容易承受过多的压力，我目前想要的解法可能就是在你答应之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自己要不要接受，就是适当的提醒，因为你之前的状况比较容易会是都不会想到，但你的本能会去接受它，导致你会一直无形中接受了很多要求，所以可以试试看，就是在接受之前给自己10分钟，问自己到底要不要，学会觉察自己现在的感受了，才不会让自己一直那么过于的疲劳。对。然后第3个点呢，你们遇到的挑战就是你们可能比较容易会固守己见，难以接受不同的观点。这个我反而还好，还是有我爸妈的观点，因为我爸妈也不是个超级传统的人。像我现在是偏主管，那我也是会觉得说，如果底下有些声音，我会需要去做协调动作，就不是我说一就是一，我也不是这种，我就是需要他们协调完会觉得怎样比较好跟我沟通，或是我去询问他们怎样是好的，那我也会去听从。这是一个比较新世代的思考方式，也是应该是因为我很擅长跟人沟通、跟群体沟通，所以我才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你是从小都是这样子的个性吗？我就是很爱群体生活啊，也容易接受不同的声音。对，我就是很爱同事。我现在就是要到自己一个人的办公室，我就很难过，这样真的是E人。办公室没有其他同事，你要我这么上班？什么啊？好伤心哦！这个时候爱人幻想你们的幻想是吗？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很自在啊，都不用管任何事情。我要去上班喽。那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啊？我觉得是你们要想，就是为什么别人会有声音，你不能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有时候也要花时间质疑自己。自我的省思啊。对。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可以，一开始不是也犹豫说要不要参加这个聚会，但几乎每次参加聚会，你都会蛮开心的。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套在这件事情上，尝试看看接受不同的观点，搞不好最后结果跟派对一样，就其实是会让你开心的，或让你有所有成就。对。把你的行动力放在去接受上面看看。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反过来接受别人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对的，是成功，你之后也变成是你自己的收获。对，也蛮棒的。那第4点呢，是你们比较容易会过度的关心他人，进而忽略了自己的需求。你觉得你有吗？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就是别人来问我说怎么了这样，可是很少。你怎么了？对，很少问我。你怎么了？我没事。你看，他就说没事啊，那就没办法。我就想你再问我第2次，可是我就会一直是会问你怎么了吗的人，还是别人不敢问我，还是我隐藏的很好？可是我觉得 hyper 的人，好像都比较不容易被人问。对啊，我觉得是可以说出来耶，就像你现在这样子，跟你其他的朋友们说，其实你有时候也想要被人问说你怎么了，或被关心。主要是就是要有勇气说这样子，才会。你要想，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跟你那么久了，他一定能理解你，或者是能听你说，能打开耳朵听你说，所以你真的不要怕这样子。而且你们是善于沟通的人啊，好好利用这个优点。好，那我们来到文章分享部分，今天要分享文章是看到约会对象开的车后，心都凉了。那这边的故事大纲呢是，他前阵子呢配对到一个30几岁的男生，聊天的频率也蛮合的，聊了大概2周，他们就约吃饭。原本对这次的吃饭没有太大的期待，没想到他在我对面坐下的那一刻，直接原地大爆炸。他的外表跟气质完全正中红心，是我的大天菜，干净笑眼，牙齿整齐，不壮但也不瘦弱，气质斯文但不是死板的那种。更想不到的是，当天聊天非常的愉快，聊了快3个小时。基于聊天的愉快，我们下午就决定去附近逛逛，但因为当天下雨，他提议开他的车，我们就一起去了停车场。结果呢，那一排停了3台车，分别是贵牌子的车，还有跑车跟 Toyota 休旅车。根据我对于无印良品系的男生的想象，我很自然的就往 Toyota 的副驾走去。结果他打开跑车的驾驶车门说：“是这台耶。”我的脑袋突然间轰了一下炸开，心动的一下掉在谷底，当下心情五味杂陈，甚至有点生气跟难过。回到家，我重新想了一下那个感觉，为什么看到他开跑车会瞬间心凉，甚至生气难过呢？我得出的原因是，可能是我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想象在他的身上，像是无印良品的男生可能比较喜欢务实居家，开跑车的人可能比较注重外在虚荣自恋，或者是不会想定下来。虽然这样子有点物化的嫌疑，但有个说法是，从男生选车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也会喜欢什么样的人。我想象会从跑车走下来的女生，大概是打扮时尚、妆容精致很有女人味的完美型女生，可能是发现到有这样的差距存在，所以才会马上心凉凉吧。我也看过一个说法是，如果跟一个人聊天觉得非常舒服，对方不一定是你的知己，而是他在向下的兼容你，他说的每句话都能说到你的心坎里，那些只是因为他很优秀，并不是你们很合拍。说不定我会觉得聊得很畅快，就是被向下兼容了吧。来这边听听看大家的意见跟想法，要编也可以，但拜托小力一点，我怕痛。他的文章真的打这个我怕痛，非常可爱，对吧？把他非常具象化他的感受。他真的捡到宝是这样啊？我觉得他捡到宝啊，就是形象什么长相都超棒的然后还开跑车。那你有像这样吗？就是可能觉得这个一开始都很好，就忽然间可能他跟你想象不一样，你就觉得有点落差，感到心灰意冷那种经验？可是我一般都会觉得赚到，我都不会心灰意冷。你反而你是会赚到，对，你比较有自信。对，我反而会觉得是我赚到，或者会不会变我高攀他的感觉？故事中的那个人，他太把气质跟车挂钩在一起。他可能好像已经刻板印象了，对刻板印象。我一个有在看车的公道伯来说，这两件事情完全不相干。我也觉得，对啊，看车比较偏向于是自己喜欢类型，很难从车看出这个人的个性的性质。没错。对，然后为什么会提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说他是一个 ESFJ 的人。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想象跟现实落差通常不是应该是往下吗？对啊，他是往上我才觉得还蛮奇怪。对啊，这个才是最奇怪的地方。所以往上才是赚到吧？但我蛮理解的，因为就是他可能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自信，就怀疑自己就是能不能配得上他。Toyota 才配得上我吗？这样好像很奇怪吧？可是我觉得不是车只是他那个男生的附属品，他也可以换别的车，但他还是他，不是因为他可能开来好车才是那个男生。可以多一点对他的相信啦，对啊，不用觉得他真的是某一种刻板印象中的人的样子。对啊。那 ESFJ 因为你们本身也很擅长察言观色还有沟通嘛，那如果你发现对方比你更会观察或是迎合他人的时候，这会影响到你对于他的看法吗？因为像文章中他有说他感觉那么合，搞不好其实是因为对方很优秀，他在迎合我而已。我会想要改变他，就是我会希望他带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可以完全信任我，我可能皱个眉头也不代表什么，我不是每个小情绪都是需要你照顾的，我也是独立的人，就是我也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的小情绪，你也可以把你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想做的事情都跟我说。他在里面也可以再放松一点，不用有这么多伪装更坚强的感觉。对，他这个故事有一个情境是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如果我今天是跟你第一次见面的话，我也会拿出100%的观察力跟。对啊，因为要留下好印象啊。他可能在谈吐中说我没有很喜欢吃饭有发出声音，那我当然就会小声一点啊。但是我说的是往后，如果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话，但你没有办法克制你吃饭大声，那你是不是可以变成你给他的特权？我没有办法接受吃饭大声，可是我其实可以接受你吃饭大声。对，让他可以，反正就是让彼此在相处的时候是更舒服自在。不用因为说可能我本身讨厌什么，你就必须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但我觉得文章中的女生主要是要就对自己有自信。我也觉得她最大的点可能真的是对自己太没自信了。她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跑车。这时候你知道要做什么吗？对自己大喊：“我很棒，我很棒！”跟上面故事一样，我很棒，我值得拥有，我值得拥有跑车男，我值得拥有跑车男。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差不多讨论到这边啦。我在想要不要准备一集，就是讨论 ESFJ 的一些爱情相关的讨论，可以怎么追一下你这种人格？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会比较容易被哪些人打动，或者是你在爱情中比较在意什么样的问题之类的。如果这部影片它在 YT 上如果有破1万观看，有200个人按喜欢的话，我们就马上来制作哦。所以如果想要看到 ESFJ 的爱情片，大家要赶快多看几遍，或者分享给其他朋友们。分享 OK。那大家如果有自身有一些故事啊，或者是问题想要分享询问的话，欢迎私讯我们，或者是寄 Gmail 给我们。觉得我们影片不错，也欢迎按底下的超级感谢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